在生活中，我是一个好妈妈，保持最佳状态。我更重视健康和保养。五洲鲜衣是药厂直接把关，我相信它，更采用国际大厂原料，工厂直营，品质优先，价格实在。聪明选，安心吃，内向上网单的低价卡点位0800525959，我爱五洲，五洲爱金考五洲鲜衣。Dua, ia tagaraw sepe, kanu tina paiwan zuko, kanda hantungnya wana dua, kanda padangaran na dua, ta gado ta dua。在原住民日，我们来到山来跟他致谢，也希望我们的祖灵让台湾原住民在台湾都能够平安的生活。3092。
阿嬷随时会想到我。我在台中银行办事情啦。你有登来台中哦？台北的台中银行啊。可是我没有办法随时回应他。我们继续。我无闲，身体嘛是爱顾。我知道这一份互相的关心随时都在。台中银行。无时无刻，永信药品总是在乎您的健康。生产药品、保健品陪伴您超过70个年头，超过100亿颗药锭照护您的健康，更承诺在未来的每一刻，全方位守护你的健康生活。永信药品。洗米露，开始就挺热血的，刚刚好的电解质，解身体的渴，我咖喱水的，宝矿力水的，完美的面包。谁打龙炼药？是红酥软皮药？是完美口感药？是要全神贯注。你是在捏面团还是在捏面人？玛丽汉 Plus 提升专注力、续航力，把台湾人的精气神都给我提起来！维士比玛丽汉 Plus 好吃到上天堂。你说什么？世界目光将注视屏东大鹏湾2025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屏东站，让我们一起见证沙排魅力。南岛热让席卷屏东沙排好手谁与争锋？欢迎收看由中华排协主办的 ABC 台中银行亚洲沙滩排球公开赛第2天呢，我们的焦点依旧是锁定在屏东站的这个主场地，在屏东县的东港大鹏湾的青州滨海游憩区，今天依旧是要送上的小组的分组赛。在赛程的第2天呢，在主场地的第1场比赛将要看到澳洲的1队要面对呢印尼的2队。那澳洲1队在这一届的赛会当中呢，被排在第1种子，累积到目前为止呢，他们是有超过3000分的积分。那在世界排名上呢，也已经进入到前50名。所以这场比赛啦，我们当然除了第一个可以看到就是赛会最强球队呢在场上的表现之外，那这2支球队其实因为在这个第1个分组里面呢，只有2支队伍，所以他们并没有太大的晋级压力。你好，我是主播钱伟成，很开心为你邀请来的球评是顾乃涵老师。老师你好。主播好。对，老师你怎么看啊？因为老师刚刚私底下跟我讲，澳洲这对组合好像跟过去我的印象当中的搭配好像有点不大一样哦。去年在桃园 ABC 的时候，我记得 Johnson 应该是跟左手的那位球员，对，然后今年就是有改变。那当然他们这样的成绩也是不错的。是因为
在这个分组里面只有2支球队啊，那2支球队打起来的话，因为不用打也就晋级，所以这场赛事对于双方来讲，可能胜败的意义没有这么大吧。分组第一还是会比较有优势，因为毕竟可以跟到其他组的分组第2。那如果你落到分组第2，那你当然就是每组的冠军，其实每组的分组第一当然就比较强。是，老师讲到了一个关键哦，就是说在今天的这个赛程，应该是中午之前就会把男女子组的分组赛呢全部砍球掉，那也就是从进入到下午之后呢，就会直接进入到16强的单败淘汰赛。那个时刻呢就比较紧张一点了。没错。那对于所有的球员来说呢，虽然 AVC 呢是在亚洲的赛程，然后相对的积分呢没有像 FIVB 的这种各种等级级别的比赛的积分来的这么的高，但是对于所有的参赛选手来讲呢，他们当然还是要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里面呢，尽量去增加他们的比赛经验以及他们的累积积分。好，现在比赛的现场呢，准备要介绍双方的球员进场。公开赛屏东站编号第27场次比赛，由澳洲队出战印尼队。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2025 AVC Taichung Bank Beach Tour Pingdong Open Match Number 27, Australia vs Indonesia. 为您介绍本场比赛裁判人员。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ferees. 第一裁判 The first referee is Mr. Amnat Supanawong from Thailand. 来自泰国。第二裁判 The second referee is Mr. 陈义奇 from Chinese Taipei. 来自中华台北。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球队阵容。Presentation of the players. 澳洲队 Team Australia. Number 1.Elizabeth Ochin. Number 2, Georgia Johnson. 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队 Team Indonesia. Number 1, Sela Benedetta. Number 2, Josephine Selvina Anastasia.好，双方球员进场之后呢，待会这场比赛呢就要正式的开战了。那今天呢，澳洲1队的这个对手呢是来自印尼2队，那在赛会的所有的参赛球员当中呢是排在第17种子，目前累计的积分在150分，所以3236对上150分，你就知道这个双方是不是真的这个积分的不同会有这么明显的实力差，打起来才知道。在赛前练习的时候，其实看到印尼队的这个练习的状况呢，也是相当的不错。那2位选手啊，其实就我的观察上面，机动性以及身材条件呢，其实都不差。对，一开始先拿下了第1分。早上第一场比赛比较风平浪静，借由第1天的转播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越靠近中午，越靠近下午，风势会不断的增强。哇！昨天进入到下午，这个球在空中都飘来飘去。对，而且太阳也很大。刚才乃涵老师还说，这届的比赛原本是你要来代表中华队出战的，是不是？没有啦。结果现在可以坐在这边纳凉，还蛮开心的。对，我觉得能看各个国选手还有他们的打法，或者是他们的技能，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是。好，这球直接被拦网拦下来了，目前的比数2-1。第一时间，哇，好球！其实印尼队他们在青少年跟青年其实都有持续的培养，只是他们出外参赛的次数好像因为也是国家经济没有那么好，所以他们参赛次数都比较少。但现在看起来，虽然参与国际赛事的这个比例啊频率没有这么的高，但发现得到，因为今天是进入到我们转播的第2天啊，那来自印尼的球员其实整体的实力呢都不差。对。那包括到昨天这个阶段的球评郭川荣教练也提到，其实印尼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打法呢也很奔放，然后反正就直来直往，但是在体能的条件上呢也训练得非常扎实。没错。哇，才刚讲完，直接再往前，相当精彩。Shella
是啦，在这一对组合当中，个头比较娇小，但是这一个往前扣杀啊，是充满着爆发力。双方战成了3比3平手。这球刚好是杀在界内，其实两边现在攻击的路线上以及精准度上啊，都控制得非常好。对。虽然在积分排名上有非常大的这个天差地远哦，但现在打起来好像是一场5-5波的比赛。没错，虽然印尼人比较小，但是他们的防守跑位算蛮快的。好，这个接发并没有接好。在澳洲队这里呢，是直接一发的得分。哇，连续2次接发，所以看起来在发球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打点模式了。对，我们通常在比赛的时候也是会针对就是接发球比较不稳定的。看看这一发是不是还在同一个点上面？没错，好，这一次没问题。好球！好，这个阶段倒是慢慢拉开比分了，但主要就是连续的2球接发没接好啊，而造就了现在的比分差。好，这一次是 touch out， 印尼2队的得分，拉高打点。Anastaya 远远看的时候呢，很像网球的选手大阪直美啊，然后米有萨卡有点可能发型有蛮大的加分。对，好球。好，渐渐把这个比分给追上来喽。哦，这是一记 ace 球，刚好发在2个人的中间。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到啊，就郑中基跟张学友的歌左右为难，谁接都不对。这一次的扑救来不及了。虽然澳洲队啊一直保有着领先，但最多也就拉开到3分差，差一点点能够拦下来。就叫 Johnson 的发球。做了一个假动作，推网的防守，这球还活着，直接的杀球 ，nice， 这就是由守转攻啊。对。在今天我们送上的第1场比赛，哇，虽然两边呢都没有什么胜败的压力，但是打起来真的好像已经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了。漂亮。不走到第3步啊，在第2拍的情况底下呢，就直接进攻了。对，利用身高的优势。好球！不跟你拼力气啊，看到了有防守的空档，直接定点降落。好球！反应够快，反应够快！哇，现在将比分给追平了。面对到赛会的第1种子，现在印尼2队打起来是虎虎生风。印尼队在对于这种手腕球的推扣都掌握得很好。正式的反超前，天哪！面对到赛会的第1种子，积分相差超过了3000分。所以有的时候积分可能
某些时刻呢，就是仅供参考了啊。对。好，这次的发球出界。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讲，价值虽然没有这个晋级的压力，但是价值是蛮高的。第一个可以，双方的实力目前看起来是蛮接近的。那第二个，你不晓得在之后的抽签分组之后，未来会不会再度的相遇？那与其透过画面、透过一些影片呢来情搜，倒不如直接亲身体验。没错。哇，这球杀了！现在印尼队呢，整个气势又上来了，刚好进入到21分啊，技术暂停的时间，从原本3分的落后，达到现在1分的超前。其实有时候被领先3分，其实比赛也还没有完全决定谁会赢，因为这个外在因素，有时候风啊、阳光啊，慢慢的从手开始攻。他1分1分再加一个发球，其实那个分数很快就累积上去。对，老师讲到重点，因为昨天进入到这个午后，风势是不断的在增强啦。那当然，风是影响比赛的一个因素。其实老师刚刚提到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个时刻，其实阳光是非常大，在不同的这个半场里面所面对的这个球啊，可能时而不时的是会受到这个光线的影响。对。那当然，选手打起来我们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有的时候的一些失误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技术上面的瑕疵，可能都跟这个外在的因素有关系，倒不是自己表现不好。对。好，暂停回来，这一次发球力量过大了。这是 Sheila 的发球失误。哇，这球其实做得不错，反应也够快。那戴亚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接发没问题，两个人再往前正面交锋，哦吼吼吼！高人。嗯。他已经是蓝鞋了，他还可以打这么斜。嗯。哇 ，lucky！ 好球！在这边接发，第一时间啊，球就直接过网，形成了另类的进攻。稍微修正一下，好球！哇，哇，这个修正的非常够水准，也到位。所以这当然就是技术跟经验啊，还有对于场地的这种空间感。对。刚好过网，又要第一时间直接被拦了回来。好，这个时刻呢，澳洲反超比分。接发球要先稳定的。嗯，前面被拉开的主要原因啊，就还是出在接发上面。对。好，也是一样，要修正一下，比较开网，还是能够落地。你可以看到这个 Elizabeth Alchin 这一球真的差一点点了，所以他自己也知道，吐吐舌头。我觉得他们印尼队在打这种推的曲攻球，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高抛物线，那就会让队在防守者有时间移动。可是他们好几颗球都是直接由上往下撸，其实后面在跑的时候就会增加难度。对，就反应时间更不够了。对。哇，现在两边啊就是互有领先。可能身为赛会的第一种子，没有想到啊，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打得这么艰辛了。好，发完球之后，直接来到了网前，来了一个虚攻，好球。
，nice。今天这也算是半颗运气球啊，也是在接发的时候力量过大，刚好可以看到安德萨亚直接在往前了，把球点到后场去。好球！好球！哇，两个人都想这个退网来做防守，两个人都看到直线。不断的交换领先，发球接发稍微调整一下，比较靠网，被挡下来了。哦，看起来是落地得分 ，nice。这是场硬仗。哦，想要吊个小球啊，自己没有处理好，发生了失误。这球举球比较开了。现在已经来到首局赛事的后段了，这一分必须得拿到。界内吗？界内。Lucky， 好球！看第一时间应该是打在网带上，哇！结果反而呢瞬间改变方向，还压在线上。对。18比17。接得很辛苦，还能修正哇！哇，直接被对方像灌篮一样灌回来。对，空中还是要有出力。对，直接也连追了2分。稍稍修正。哇，这修正球都修得很棒哎。对。Alchin。在今年澳洲的追队组合真的也是打了不少比赛。那当然，在 FIVB 比较高等级的赛事他们可能要打到16强内都有点辛苦。但基本上呢，来到亚洲的战场或者是在这个澳洲当地所进行的比赛，他们的成绩呢，其实都非常的稳定。这已经是他们这个本赛季所参加的这个亚洲巡回赛的第5站了。好，哇，相当辛苦，一直到了最后一刻呢，才稍稍的拉开比分。21比18赢得第一局。澳洲在第一局呢是21比18。但整个比赛的过程呢，因为主要呢，这前面的4个种子就会在 A、B、C、D 的4组的第1个排名上面。那接下来其他的团队呢，可能就是要看看抽签的状况是如何。所以没有想到说在他们的第1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澳洲来讲会遇到这么实力坚强的，因为通常赛会第1种子在分组里面通常来说，前面的1场2场都能够轻松过关，但现在的第1局打的，真的是有来有往。虽然印尼队个子比较矮小，但就是体能很饱，然后手腕的技巧也运用得很好。对。在比赛过程甚至落后3分，打到反超前，然后就一直互换领先，一直到了比赛的最终阶段才被对手一波流带走。好，现在第2局比赛，现在砍掉重练，重新开始。打到网带没有在界内，这边是印尼2队的得分。好，马上把分数要回来。在现今的沙排
女子的排名上面呢，其实最厉害的，当然我们提到还是锁定在巴西以及美国了。然后但是在澳洲的这个最强的代表，待会这个查了一下之后呢，再来跟观众朋友报告。那最高排名呢，应该是在32名哦。好，换这个镜头来。好球哦！真是惊险一瞬间。好球！这球真漂亮。对。这个手法很细腻。又战成平手了。好，落在界内。基本上在接发第一时间没有问题啊，两边的得分能力啊是蛮接近的。对。那可能比进攻目前看起来是五五波，那另外就是防守阶段了。这球接得不差。好球。安德塞亚基本上球做给他，再往前，他的得分率也不低。好球！赶快再回来。nice。哦 ，nice。出手很快。对。这球真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靠着防守啊所攻下的分数。主要就是在防守完的第一拍的时候啊，应该说进攻完的第一拍之后，如果没有得分，你能够马上就定位？对。所以在印尼这里啊，进攻节奏快的话，就让对方呢准备的时间少了很多。挡是挡到了，4-4。现在风开始也越来越大了。目前看起来今天的风向呢，跟昨天是蛮接近的了，但现在可能对于澳洲的发球区是有这么一点点的侧逆风了。对。咋样？好球！好球！这一颗球直接过2个人，一个拦网跟一个后防。高度打得很好。哇 ，Johnson 强力的扣杀，哇，所以这个做球，球在空中停留的时间够，那也让攻击手有足够的也有足够的时间啊，去进行这种加速起跳。对。所以这也显现出，就是说一个好的接发有多重要了，你才能把这个最后一拍的这个进攻这个位置做到最好。好球！好，看起来是落在界内，7-6。像真的就如第一局的翻版啊，两边都追不进，拉不开。还有圈的发球，哇！又再来一次，哇！在往前的短兵相接，但现在安达亚呢，都是好像获胜的这一方啊。没错，时间都抓得很好。老师讲到重点，这就是因为起跳时间你在更高的位置啊，由上往下点啊。通常就是对手会点不回来。好球！哦！哇，这球拦得漂亮，很扎实。
哇，站直拦截，还往侧面跳，真的是有抓到对方的进攻角度哎。对，是不是还一颗回来？打在后场，落在界内。这职场如果每一颗都要守起来的话，真的消耗体能的也会很大。就叫这样子，罚球这边要修正。好啊，没跟到。对，让扎雅在接球的第一时间就知道自己没有处理好。然后这个位置呢也稍微比较开网一点，打开比分的机会。好，这个接发没有问题，再往前再来一次。好球！这在今天算是比较多次的来回了。好球！哇，这是一场非常高水准的比赛啊！很多防守起来的球其实也没乱喷，因为如果你乱喷，你下一个追的会更浪费体能，所以他们挡的控制能力都还蛮好的。是。哎，要看看是不是有压在，没有，这球应该是一个界外。对。这真的就跟第一局的比赛完全相同啊！在赛事的过程当中，现在印尼是反超前了。好球！拉开了比分哦。起跳点还蛮高的呢，篮网起跳点很高啊。对。2分领先。谢拉的发球，反应非常快。这应该是 JoJo Johnson。好，比分来到了21分，进入到技术暂停。假动作以及视线上也骗到了防守者。就这几天的观察，现在这2支球队当然是已经笃定晋级到16强的淘汰赛阶段，但说直接晋级也好也不好啦，就说你少打了1场比赛，那如果第1场就不幸淘汰的话，就等于远道而来2场赛事就结束了。对，而且昨天可能有队伍也是一天打2场。就基本上这个是很直白的道理啦，就是打得越多，当然积分越高啦。你打越多场的话，对。好，技术暂停结束之后呢，回到了比赛场上，双方1分的差距。接下来轮到澳洲1队的发球。这次的赛会的前头号的2个种子啊，都是澳洲的代表哦，马上拦一个回来，哦，哇，你可以看到 JoJo Johnson 这个拦网成功之后呢，还秀了一下肌肉，哇，很可爱。对，哇，有点兴奋过头，就一发是直接出界了。1分的差距。好，这边有加速，哇，力量看起来是有点过大了。主审判硬赛。好，看看这个分数。好，那这样的话就变成12比12了。哇，球没抛好。
要修正一下，守住了第一波。哇，这个 timing 没有抓稳。他想要往回切，切到直线，可惜没有跟到。好球哦！看得塞呀，其实看得出来这个选手啊，身材的条件啊，以及他的弹跳能力真的都不错。今天已经有不止2次的这种成功的拦网了。2位主攻手之间的较量，虽然沙滩排球就是2位球员啊，但是还是通常这个比较高的选手啊，就要扛的责任也是比较多，再往前要防守，然后又要 cover 这个进攻。就这样子。哇，可惜了。已经找到对方的防守空档，但这球并没有能够打过网带。然后马上又把分数给送回去。哇，不过今天整体而言呢，比赛我觉得尤其上午来说啊，可能对选手的体能的考验会比昨日更大。对。啊，因为在屏东这边啊，昨天晚上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台风即将要到来的关系啊，天气的变化，晚上是下起了大雨。那所以今天的白天真的比起昨天来说，我觉得风势比较强，但实际上也蛮闷热的。对。好球哦！有判断到，但也追不到了。16比16，已经到了比赛中后半段，对，所以真的守一颗围攻的这个次数要把握。哇，这个就没办法了。哦，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设定好的，而不是 lucky 球吧？不是。如果他们在接发球能掌控的话，其实他们会做一个突破的战术。是。哦，看看在界内还界外，哦，在界内好球。哇，所以现在其实风向一直在变呢。对。在面海的这一边啊，也就是现在印尼队这一边，我已经感觉不出来现在到底这边是顺风还逆风了。算顺风，因为像我们的旗帜，它现在是往我们的左边吹，对，跟昨天的风向刚好是相反。对。会不会就跟第一局一样，在第18分的时刻呢，就又要一波流带走比赛？所以现在的专注力跟失误率真的很重要。哇，这球已经修正不回来了，可能要想办法守一波。又要抓第一时间落地得分，哇，真的！现在澳洲在第2局的尾声啊，又稍稍的拉开比分。2分的领先，也只剩下2分要结束比赛。对，这球必须得拿下来。好球，守得好。哇！这完全就是第一局的翻版呢。对。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比18，那也是到了就是澳洲队的第18分之后啊，一波大拉开。那现在呢，20比17，还是关键，我觉得还是在接发球。对，因为印尼那几颗接发球没有达到有效的一波，就变成是澳洲的机会。是。
每一项的运动里面，当然都有一些就是专属的基本动作。那比如说篮球，你可能一开始要把你的投篮跟这个运球，基本的运球给练好。那在排球的这个部分，接发球的这一项能力当然是很重要，因为这等于是你面对对方的第一个攻势啊所要做的事情。对，基本功。好，暂停回来 ，match point， 赛末点，在界内还有一点点机会，必须再守一颗。对，然后也考验澳洲一队这边的接发能力。修正回来。还能够得分吗？看起来是落在界内，所以呢，2局的比分呢是一模一样，都是21比18。所以澳洲一队呢是直接直落21比18，21比18击败了印尼2队。恭喜澳洲队以2比0获胜。End of this match. Congratulations, the winner is Team Australia. 好，恭喜澳洲这个一队啊，这边所拿到了本届赛会的第1场胜利，而且接下来呢，应该就是要直接进入到了这个抽签之后的单败淘汰阶段。不过借由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发现，虽然印尼2队我们说它是赛会的这个第17种子，那整体的积分呢就150分，但现在面对赛会的第1种子，是整场比赛啊，不是只有1局而已，是2局的赛事里面呢，都不断的在拉锯。没错，也展现了他们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第1场比赛。那么在第2场赛事，待会呢就会来看到我们台湾的中华队刘碧昕55分，赛会的第15种子呢，也是一场硬仗，要面对泰国3队，是赛会的第8种子。所以观众朋友，这场比赛呢要持续的，待会呢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直播，来替中华队加油打气。